哇哦，一样是很美味，而且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次我们来到淡水啊，看了很多网络上大家推荐的好吃的小吃与游玩的景点，都是观光客必去的哦。真的，那如果你是淡水小白的话，我们有出一集，就是以公民街还有淡水老街为主的淡水必吃必玩淡水老街的行程。那在淡水的捷运站附近呢，前方有一条叫做英专路，那个是下午4点之后呢，就会开始热闹起来咯。那今天呢，还有哪些就是像刚才巨人所说的，就是在地人特别推荐的好吃好玩的地方，就让柔儿还有巨人用影片来带领大家一起一探究竟咯。Let's go！ 那这一条呢，就是我们之前如果有看我们淡水小白的话，后方的这一条就是公民街。那从公民街走进去绕一圈呢，可以从海岸边的淡水老街再走回来哦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有在开场的时候讲到的，就是在淡水捷运站这一头是靠海岸边的老街，那它淡水捷运站的另外一头呢，就是英专路，也就是小时候我外婆家。那这边的话都是下午时段会比较热闹一点点，那有很多好吃好玩的，就让我们影片深度带大家咯。Let's go！这一间呢，也是大家来到淡水呢必买的一个，就是伴手礼。那柔儿跟巨人的中式喜饼也是选他们家的哦。走走。好，买好了 ，get。这家润饼卷超好吃的。需要几个？一个，然后看一下，我不要辣，然后也不要胡椒，都没有。太棒了。花生粉可以。好，那睫毛好漂亮哦，种得很好。然后他们家有这个脆脆的，吃的很好吃。好，想吃好吃的日落港精品润卷饼呢，记得每周3跟周4是公休的哦，来了就扑空了。另外呢，就是它从早上的10点开到晚上的7点，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吃哦。而且它超级真材实料，然后里面有一点脆脆的那个脆饼，所以吃起来非常饱足感哦。而且当一个轻食，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选择。感觉分量很大，你感觉可以吃得很饱。要吃起来了吗？吃起来啊。这叫什么自肥行程吗？它的用料非常实在，而且米保险锅都用炸开了，然后它的花生啊跟花生粉非常的香，豆干非常嫩，整个我觉得超级好吃。对于牙口不好的人，这一个绝对可以让你吃得很爽，然后很饱，吃好吃满哦。你要吃一口吗？要吃啊。哦，皮薄汁多，然后料实在，之外它里面有放一个脆脆的，那那超好吃的，那口感真的很不一样，跟一般的润卷饼感觉不一样。好吃，好吃，推荐。
大家也可以喜欢吃润卷饼的朋友们，可以来这里吃吃看哦。而且如果是素食者的话，可以提前先跟老板娘他们说，他就会帮你用素食可以用的哦。吃起来，吃起来。那现在来到的这一家是百年老店，那它原先是一间中药行，那它里面也有中药材可以供大家选择。那另外呢，他们现在也推出一系列跟中药材相关的一个手摇。那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赶快去品尝吧。哇！夏天怎样可以清凉又止渴？就是来一杯酸酸甜甜的酸梅汤，是熬了3天的哦，超厉害。对，那我现在喝的是青草茶，小心肝，来搞看看，很好喝哎，交换一下，交换一下。哦。它的青草喝得到，就是它的回甘，因为真的好喝的青草茶，它不是从一入口就会有一种甜腻，那它非常好喝，非常的，我觉得是因为它入喉之后，从喉韵上来的那种回甘度，我觉得是很棒。所以大家有机会来到淡水的时候，不妨来这一间百年老店，它可是开了120几年哦。那这一间中药店呢，还有很多的中药材，大家都可以来挖宝哦。干杯！干杯！我还没介绍哎。酸梅汤真的是很好喝，而且它比较不要像一般的那种，就是很酸，这个是它调配的刚刚好，甜度还有酸度都适中，非常适合我，因为我是一个怕酸的人，这个我会想一口气把它喝到完。非常清新止渴啦，没错。对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真的都可以来这间哦。对，而且它就在老街上面。没错。好，走喽，下一家。这一家也是我们大家很喜欢的一个伴手礼店，是许艺哦。那你要无辣1包，原味1包。不辣1包，原味1包。不辣1包，原味1包，所以是原味2包的意思哦。哎，这样搞混我，帮观光客。超多东西了。好了 ，get 到喽。好喽，下一摊。哇，我们到了麻吉奶奶。对啊，这间也是算是我心心念念的店，因为我超喜欢吃麻薯。真的，我也喜欢吃。整个脸越吃越像麻薯了，圆圆的。好，那这间店呢，我们点了什么？巨人给大家介绍一下。你刚才点的这一杯感觉厉害。这是珍珠黑糖鲜奶茶。哦，对。好，那你要先趴下去喝一口。要啊。好。喝一下哦。它的珍珠是手工的黑糖珍珠，很嫩 Q 嫩 Q， 而且还蛮好喝的，值得推荐。好，换你喝喝看。它黑糖味很香哎，然后它的珍珠煮得很好，因为很 Q， 完全就是 QQ 很弹牙。对啊，好喝，推荐。那接下来眼前的这一盘是什么？以前这盘是擂茶鲜奶麻糬，比较特别的一点。好，他们家的鲜奶麻糬啊，就是比较软嫩一点的。对，我们点的它有很多口味，它是手工鲜奶麻糬，它的口味超级多种，有几种呢？有5种。那我们点的这一个是抹茶口味。对啊，就是擂茶啦，擂茶口味，所以比较特别一点点。那另外呢，就是有点了一个，这个是红豆牛丸水麻糬。它的牛丸水大家都知道，它算是客家的一个甜品哦。对，然后它就是用姜汁注入麻糬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来看麻糬奶奶教你吃麻薯，教你怎么吃。那我们就用镜头带给大家看怎么吃。好 ，Q 弹的麻糬上桌喽。我们用筷子插入麻薯上面，翻个面。好，要沾粉。
好，那你用十字固定法切开之后会像这样子，不过呢，要记得要把粉弄一弄，它真的是要有粉裹一裹，比较不容易黏。好，大功告成。Hello， 经过刚才的介绍之后，大家是否都会正确的吃法了呢？那就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开始吃喽。哇哦，没有很 Q， 很嫩 Q。我粉会掉，粉还会掉下来哦，吃一下。行哦。哦，它那麻糬，那怎么讲？就是很咕溜的呢，而且麻糬有一种鲜甜的味道，这样形容词是对的吗？很像牛奶一样哎，那感觉很像吃那个。它是鲜奶麻糬啊。哦，鲜奶麻糬哦，对不起。在想什么？上面要打鸡蛋，在想什么？好，再讲一次。你买的是鲜奶麻糬。只是它下面的粉是有5种不同口味的粉，那我们今天选择的是擂茶口味，比较特别的口味。那吃起来就是很像奶酪的感觉一样，咕溜。真的，但是它是麻糬，蛮特别的口感，好吃，推荐。它比较黏，个人口感不一样。它比较黏牙一点，就是很像一层膜。哦，对，它比较没有嚼劲。哦，这口感，对，这口感蛮特别的。对啊，对，然后你吃什么？然后我吃起来就很像奶酪的感觉，咕溜的。它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是用鲜奶做的，所以它的奶香味比较重，它比较没有像我们一般吃的那个，我个人很喜欢吃烧麻薯。哦，对，那因为之前烧麻薯也是用这种十字固定法再化开它，烧麻薯它就是比较有对，有嚼劲一点点，所以它两个口感是不太一样的。那我觉得它撒上这个擂茶粉，然后加上它的牛奶口味的鲜奶麻薯，我觉得很像那种就是在喝鲜奶麻，就是擂茶鲜奶麻，对，就很滑顺，口感算是滑顺，真的好吃。我们吃完擂茶鲜奶麻糬之后，那我们来吃下一道，下一道是什么？请龙人帮我介绍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吃的这一道呢是红豆牛丸水麻糬。那牛丸水其实是客家的一种用鲜奶制成的点心，那它也是客家麻糬的一种，但是它是湿麻糬。那为什么叫牛丸水呢？因为它就是象征，就是很像水牛在那个水里面，然后铺在下面的时候，那个在打滚的休息的那个样子。那就因为湿麻糬就会在这个黑糖水里面，所以它就是浮起来就很像水牛的样子，所以就给它一个很可爱的名字，叫做牛丸水，或者是有人叫牛文水，都有人说。特别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吃吃看哦。我第一次吃，我也是第一次吃啊。好，你看，哇哦，开吃喽。它湿湿的，鲜奶麻薯的口感，跟刚才干干的又不太一样，好特别哦，我喜欢这个咕溜的口感，跟刚才麻糬一样，跟麻糬一样，有熊熊的感觉，你吃吃看，我吃吃看，有熊熊的感觉哦。其实它这个麻糬很好切开，对啊，入口即化。口感又不一样。对啊，刚吃很骨溜，这是更骨溜，是什么形容词？很有层次感，很有层次啊，对啊，而且它那个汤其实甜度搭配的刚刚好，我很喜欢这种红豆汤的甜度。而且它红豆其实蛮饱满，而且红豆汤喝得出来带有淡淡的一点姜汁，有吗？对不对？牛文水就是加姜汁就是把麻薯鲜奶麻薯放进去姜汁里面，是湿的汤的麻薯。刚才都没有认真在听龙的介绍，气噗噗，请后置气噗噗。可以。老师在讲都没有在听，那我继续吃。好啦。就是想要知道，就是体验这个鲜奶麻薯的口感的朋友们呢，都欢迎来这里吃吃看。那如果真的很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可以就是软 Q 又熊滑的口感呢？大家好奇的话，记得也可以在底下留言，你吃过哪些牛文水的麻薯，也推荐我跟巨人去吃吃看哦。那我们就继续吃咯。OK。
嗨，龙哥，嗨，我们今天要去，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吗？现在在最漂亮的淡水金色水岸边。我们现在就要用画面带着大家出发喽 ！Let's go！ 看它这就是木屐店，对，所以如果淡水你想要做客制化的木屐，龙儿非常推荐来他们家做，品质有保证。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传统。其实传统第一家新建成的老店在这边，影片的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比较漂亮的、比较文青挂的、有喜饼订单的那一家是新的场域。对，他们原本在这边。蜂蜜冰淇淋茶、英国果汁奶茶、古早味的高山青草茶、阿嬷煮的梅子茶，一杯阿嬷煮的梅子茶，一杯才卖15元，我到底听到了什么？好，点一个吗？一人一局，一人一局吗？一人一局啊！哎，你要跟我挑战就对了。它上会有后坐力号，美女手要开始哦。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。哇哦！没有。我们来。没有。哇，全冲！太猛了，换我了。好，换你喽。哎呦，好紧张哦！哎，第三个没中。有人在里面。哎，这漏气。来看看。哎，为什么你会？哎，少一发。可恶！可恶，竟然少一只！我想说耍帅，然后打快一点，竟然少一发。哎，我们讲求的是准，没有要快狠，好不好？快很准还是？他们家用街口支付的话有街口币哦，欢迎大家来玩，全民打手枪，等你来挑战。Go Go 阿给街，阿给街，对，就是有3家都是在卖阿给的。那酷最后一间最靠近上面国小的那一间，就是传说中周董的，就是不能说的秘密的套餐。周杰伦套餐的对，周董套餐。那我们今天要去吃的是阿给，是3姐妹。所以我们要爬一个好汉坡的，对。对，没错，美食是值得被等待的。我们快走到了。那如果你是开车来的话，我会建议大家，如果想要玩这边的话，可以停在这个公有停车要不要先场。走过去？还不行啊？这边。哦，好，可以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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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说到吃的，走路都变快了。吃饭之前先运动一下。真的，从可以吃1颗阿给变吃2颗阿给。那我要以前就是阿给配鱼丸汤，然后如果就是酸梅汤有的话，就是我觉得也是蛮刷出。Go Go！ 这一条除了是阿给街之外呢，还有所有的国小、国中、大学都在这里。1966年，超棒！好，我们来内用吧。先点吧。哦，你也要一个阿给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阿给。好。一个阿给，然后一个甜不辣哦。好。开吃了，小时候的味道。好，
那如果想知道阿给的由来的话，请看我们这一集。没错，上一集吧。对，上一集有介绍对阿给的由来是什么。有好奇的人，请看我们上一集哦，回放一下。好，开始吃喽。真的，淡水必吃之一，来到淡水必吃之一，因为这是小时候都会吃的。是多小时吧？多小？国小啊。一样是很美味，而且是它的东本。你在想那一条一条？他等一下讲成米粉对，它是东本。东本，不好意思，口误。很 Q 弹呢，东本。真的，而且它下面给的这个汤汁啊，就可以把这个冬粉就是先捞出来，和一和。对，然后吸满满的这个汁液。那因为龙儿真的是猫舌，所以我真的是需要把它整个都凉凉的。对，吃起来咯。吃起来咯。要不是等一下还要吃很多东西，我真的一次可以最高纪录好像吃3颗。我也想要吃3颗。不行，因为等一下还有东西要拍。对啊，没错。为了身材着想。为了身材着想吗？不是为了肚子着想吗？都只为了装更多东西啊，所以只能忍痛只能吃1颗。好吃的东西是可以一直装下去。这么厉害？但因为怕无底洞，所以有点可怕。那我们点了它的阿给之外，因为太晚来，所以它的豆浆已经全数卖完。所以阿给的好朋友呢有3个，就是热的有贡丸汤、鱼丸汤，然后还有一个是甜不辣。甜不辣其实它小碗的，我觉得就很足够。如果是2个人一起来吃的话，还蛮大的。对，分量很多，还蛮多的。然后就有竹轮、贡丸，然后甜不辣、米血，蛮多的。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菜头，就是白萝卜。然后还有最喜欢的油豆腐，哎呦，哇，它很棒，它油豆腐给2块，怕避免我们打架。好，然后鱼丸，我觉得鱼丸我可以嘟1颗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鱼丸汤也是很好吃的。里面是包什么鱼丸汤？鱼丸啊，就鱼浆。哦。看看，好，那就吃起来喽。吃饱了，我们继续我们的旅程。这间呢就是周杰伦的美味关系，这是周杰伦吃过的，对，传说中是他念书的时候很喜欢的一家店，所以他们有周杰伦套餐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淡水古迹的博物馆，是前清淡水关税务司官邸。说一下清法战争的历史。清法战争是唯一清朝打赢法国的一次战役，就在后尾这边。对，没错，就在淡水，因为清军呢守住了这个淡水的河口，没有让这个法舰直入台北府城。所以他们战争自1884年的8月到1885年的6月，法军就撤兵了，才宣告这个一切都结束了。唯一一次打胜战就在这儿。义式小白宫，昵称小白宫的前清淡水关税务司官邸，在历史长流中经过政权的更换，见证淡水历史的推进。在1860年代呢，清国与各地缔结了《天津条约》，将淡水列为通商港口，并设有税关，由外国人负责管理相关事务。为了提供当时的税官员居住，当时呢
呢，人称蒲顶3块厝。甲午战争后呢，清帝国签下了马关条约，将台湾割让给日本。在日本人的统治跟建设之下呢，淡水天真了许多崭新的建物哦。那税官员的生活的领域呢，生活区块领域也逐渐广大。1945年之后呢，国民政府来台，小白宫成为了末代外籍税务司理度的官邸。但在李杜离台之后呢，无人居住的小白宫面临要被拆除改建，所幸呢，在各方人士的全力抢救下，得以被保留哦，成为如今我们所见的小白宫。那这个意式小白宫呢，常设展，邀请你一起穿越这个白色的回廊，走进回忆里的蒲顶，看看蒲顶3块厝的千姿百态哦，来体验小白宫的迷人风采。在我们身后的是最美丽的淡水河与观音山。对，这个是从小白宫看出去的景观图。那刚才巨人有分享到的，正后方就是观音山跟淡水河。是的。那在靠近巨人的这一面呢，就是大家都会看到的红红的大桥，叫什么？关渡大桥，突然宕机，突然被 Q。好，那靠近龙儿的这个方向呢，就是现在正在新盖的，这个是什么大桥？淡江大桥。好，哇，这边呢，也就是台北港正在新盖的这个呢，就是淡江大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完工啦。那也期待它完工的那一天。好。那我们就准备再看下一个场景咯。我一直被说好，就会一直被剪辑到我们的幕后花絮，讲到都心虚了。走咯，下一个景点 ，Go。真理大学呢，也是算是小小婚纱基地啦。如果你又是念真理的话，一定会回来母校拍。它的建筑物是算是蛮漂亮，有一点历史文化。台湾其实有很多像这样大学附近街道都非常富有一个，我觉得算是文青的感觉，就有书香气息。只要涉及新北市民啊，出示身份证就可以免门票进入参观，或是年满65岁以上及未满12岁之国民，或年满55岁以上原住民族国民以上等等，就是免门票的对象哦。又是一个好汉坡，今天的行程都是在爬好汉坡，真的哇，锻炼体力。所以先分享一下，如果不管你是淡水小白，或者是资深淡水人，要跟着龙儿与巨人到处吃喝玩乐，一双好穿的鞋是非常重要的。来到准备哦，好穿的鞋。我觉得你还少一个东西。什么？除了好穿的鞋之外，还需要一个好体力。真的。哇，没有好体力就没有办法到处游山玩水、吃喝玩乐。所以健康也要养起来。养起来。完美秘密景点在哪里吗？快跟着龙儿来 ，Go！娃娃车呢？有看到？哇，古早娃娃车。婴儿推车。哇，环保都用那个竹子编织的。是因为以前也没有塑胶的。100多块钱。哎，知道答案的记得在下方留言哦。如果看我们的影片的人。对啊，
这是呼喊仆役的呼叫铃，酷！哇，厨师团队。厨房。厨房对。这是水箱，以前在储存饮用水，现在已经没有在做使用了。洋人生活馆。好，这一区呢是客房。就是专门在迎接待客之道的房间，所以只要是客人都会去住这一间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早期用到桃花心木床。那这个桃花心木床呢，其实是仿18、19世纪英王乔治时期仿古希腊罗马的建筑风格，庄重又细腻。在维多利亚晚期呢，又重新被应用在各种设计上哦。所以这个风格叫什么呢？叫乔治复兴风格。参观完客房，这边呢就是俗称的主人家的主卧室啦。这个是最美丽的家，是领事佐里斯的作家妻子爱丽丝·威廉米娜曾经在这个1884年法国风所台湾的小说中，形容淡水领事馆地是最美丽的家。她描述官邸女主人在阳台上看着早晨的阳光，将景点装点的鲜艳无比。好，那接下来呢就是参观了客房、主卧房，那还剩什么房呢？就是 baby 房啦。好，那这个儿童房呢，是领事馆的童年哦。那有些小孩呢，随着领事父亲四处的迁移，那这个房间呢是曾属于他们的。那这个采用木质的家具、藤椅，还有维多利亚时期常用的手工拼布床单哦。所以这一些呢，都是在维多利亚的时期常常看到的一些设计感。摇摇椅，这个床够哦，这好色耶，超床。还有一间，这应该是仆役房、保姆房，这是照顾 baby 的保姆房，所以离 baby 间其实蛮近的，就只有一个门之隔。OK， 2楼的洋人生活馆，他们基本上居住的地方都在2楼，那1楼的话就是属于比较接待客人的地方。好，准备下楼咯。走咯。那这边呢，就是在讲历久弥新的秘密，就是红毛城园区历史风馆整修的记录。那从1982年到1984年开始进行第一次全区的封园，一直到2003到2005是第2次古迹的复修，也是全区的封园。2014到2016第3次的古迹修复，只有红毛城风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进来这个红毛城里面。这个我觉得可以帮大家科普一下，红毛城的红是什么红？红毛城最早期的红色外墙涂料是100年前由英国进口的天然涂料，在2014年到2016年在修复的时候呢，以红毛城墙上的颜色对比，检验了10几种不同的比例厂牌，最后由专业委员选定了其中一家德国凯恩尊爵的室外矿物涂料，是以最接近的原色的这个颜色去做修复哦，太厉害！参观完了。
1980年开始呢，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接手了这一切，然后开始把它变成古迹，让开放给民众自由的参观。那从红毛城最早建立是17世纪，1628年西班牙在此建立了军事堡垒，就是如今的红毛城，也是从荷兰人在1644年重新建造的。那伊利在这个红毛城经历了不同年代岁月的流转，总共有9个政权在这里驻守、办公或代管，最后定格于博物馆，向世人分享它的故事篇章哦。那如果看完影片真的很想要来一探究竟，欢迎大家有空来红毛城走走哦，遇见世界的开端。下一个景点 ，Go！这边呢就是微型博物馆，所以我们刚才所有影片看到的所有淡水古迹都会在这里呈现，包含我们刚才讲到的红毛城有9国的历史，对，9个政权，这个淡水红毛城经历了9国政权，都在这里可以让大家看到哦，从17世纪到20世纪。好，这边的话是我们今天目前还没有去到的淡水街长多田荣吉的故居，他的故居。那我们一直在讲的淡水海关码头呢，其实就是通往这个一个国家生计靠海关把关的。所以呢，1862年淡水关就因为台湾开港而设立哦，所以这边可以有征收往来进出的关税。那因应不同的职务，才能让这个关务呢顺利进行。那小朋友都可以来看看这边。好，这边有很多互动式、沉浸式的体验，从体验中就可以让你更了解淡水古迹哦。那我们下一个 ，Let's go， 将手放在感应台，得到你专属幸运古迹。请问龙儿的手会得到哪一个幸运古迹呢？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是。护尾炮台，今天目前还没有去到那，要步行1400公尺。那擅长登山健行社团的好朋友，淡水木下静崖旧居，会读书也要会玩乐，跟着木下一起当一个全能的资优生。请问你是资优生吗？木下静崖擅长的是胶彩画。是以动物胶为媒介，结合不同的作画方式，试着移动到古厝地方，窥探它原本的样貌。台富运，拿起话筒。这里面是真的有讲话，3个都一样吗？因为3个声音都不一样。这个它大声到我现在这边都听得到。中央冰水。看看以前官员们住在哪里，就在福鼎3块厝。
今天的天气其实凉凉的，蛮舒服的。对，今天天气其实凉凉，蛮舒服的。没错。那后方就是刚才巨人有介绍到的台北港淡江大桥。对啊，没错，淡江大桥没错。讲起来虚虚的。要做功课，要记得做功课。有。如果没做功课要怎么样？看我们的影片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的影片带大家吃喝玩乐，所以大家功课不用做，让龙二跟巨人帮大家做起来就可以咯。对啊。那想要知道更多更精彩的内容，一定要怎么样？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龙二巨人爱幻想，我们下一期见喽，拜拜。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淡水还有哪些你知道的好吃好玩的哦。赶快留言，赶快留言。不知道的就记得看影片，看影片。吃起来，逛起来，吃起来。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可以先卡一下吗？卡上面不要动。有人常把沙琪玛讲成沙威玛，但我也蛮喜欢吃沙威玛的，因为全部都是肉肉。我讲吗？你讲。那你打断我忘记，就是我讲出问题啊！如果就好，不要再好了。这是 NG 画面，一直好，幕后花絮。始まるよ。